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上的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看法与观点。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马准威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清华大学 EMBA 讲座骆秉宽老师。何荣好，大家好。还有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继文兄。何荣好，大家好。好，首先带您来关注的就是美国战争部，他们在最近发布了最新的一份2025中国军力报告，而在这份呢100页左右的报告呢，是川普第2任期的第一个有关中国大陆军力评估的报告。这份报告做出了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最严峻的定调。怎么说？因为报告当中指出，中国大陆军方正在稳步推进3项2027年的目标。包括了具备对台湾取得战略决胜，在核武以及其他战略领域对美国形成战略制衡，以及第3就是呢对其他区域国家达成战略折制、威慑与宰制这3点，特别在和台湾最有关的部分。报告指出，北京如果判定有必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考虑4种选项，包括了不开战的胁迫、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以及联合登陆作战虽然说的兵凶战危，但是一般目前来说，多数的分析还是认为台海开战的几率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高，不像现在所说的兵推说很高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真的万一不幸发生冲突马老师觉得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是上面刚刚讲的4种选项的哪一种几率会最高呢？好，我想这个从前一阵子美国国会的这个报告看起来，这个2027其实大家的共识大概就是，也许在2027中共会有能力，但是不代表他有意图，因为就像薛瑞福讲的，这个动不动武器是一个政治决断所以在这4种选项里面，其实不开战的胁迫，大家可以想，在2020年大概前国台办主任王在希提的北平模式，我觉得中共就在思索这个方案的可能性。那联合火力打击其实就是乌俄战争模式，可是乌俄战争模式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是不成功的。那海空封锁模式事实上就是德国的柏林模式嘛，在冷战时期封锁，可是这个结局应该也是没有成功。那联合登陆作战就像诺曼底登陆这样，那死伤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以中共现在在评估，就是双方怎么样在损失最少，但是可以拿下台湾的状态底下，我认为这个北平模式就是不开战的胁迫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但这个过程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或者是困难度，就是在北平模式过去的北平，因为它不靠海，所以它被围的时候，事实上也没有其他外援可以到得了，那它就会造成这个城内有一种好像不投降就得死的一种状态。可是台湾现在是一个岛，这个岛的4周都是海，那这个地方又有这个西方势力或美国的这个军舰常态在这边，包含美日安保的范围也都在这里，所以我认为就是北平模式要在今天的台海或台湾发生作用，我觉得它有一个实作上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北平的地理状态跟台海现在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会优先用和平胁迫的方式来达成统一的目标。现在考量就是说代价跟达到的效果是如何那因为过去我们也看到说，解放军进行像联合利剑几次的演习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推论的话，解放军对台湾的包括海空网甚至是就是核武这边的战略威慑体系您觉得目前发展到的这个阶段大概怎么评估？我觉得当然是也不可小觑，就是越来越成熟，而且它透过过去的这个联合利剑或海峡雷霆的这种军演方式，事实上它不光是传达对台湾的一种威吓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也在验证它的实兵，包含它很多新式的武器要怎么样在战场上使用，在台湾的地形地貌下，它要怎么样进行攻击所以我觉得在准备上面他们是越来越成熟，武器的这个强度也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我还是非常同意薛瑞福的这个提法，就是最后动不动手，事实上是一个政治决断，它并不是靠这个物质实力就能够确定的事情所以从这个平息上面来讲，我认为它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军事力量的强度跟成熟度是越来越高，但是不见得他最后会动这个政治决断。OK， 建文兄也可以简短的来平息一下4种几率因为刚才马老师认为是不开战的胁迫，您认为呢？
我觉得其实中国大陆对台的工具越来越多，那这几年这种所谓的灰色地带行动，其实已经凸显了台湾在国防建军的时候，对于这一种威胁，现有的兵力无能为力。因此，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压力对台就形成很大的压力。当然，对于大陆来讲，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者利用战争威胁这种和平的手段解决，这是他最大的一个解决两岸的利益。对，但台湾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豪猪战略，向美国买大量的武器，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刺猬。因此未来可能端乎于两岸之间一些这个相关实力的消长。那随着中国大陆军事科技的快速进步，我认为在一个时间点，台湾发现无论你买多少武器都没用的时候，特别美国已经摆明不会干预，这时候两岸就往谈的方向，我认为这个几率会越来越高。对，其实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我们讲 G2 哈，其实都在考虑的就是刚刚不断在强调代价、效果，还有就是战损哈，就是万一开战之后，它的损失会不会很大？那你又怎么看另外一份这个美方高机密的文件哈？最近也曝光了，就是超越优势简报。那在这份简报当中呢，所列出的每个兵推当中啊，都看到了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就是福特号。兵推的结果是一再的被摧毁。这个福特号啊，其实它造价是非常高昂的，是130亿美元啊。2022年正式服役，但是也被发现呢，它容易受到柴油电力潜舰还有反舰飞弹，像是鹰击17呀，离解放军大概有600枚的极音速飞弹的攻击。那所以呢，兵推最后推出了一个航母被击沉，而且多次兵推都推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当然也有人说兵推，因为我听很多的兵推专家哈，常常在讲的一句话说，兵推会失败，就是因为要预算。所以基本兄怎么看哈？就是说，是为了真的要争取更多的预算呢，还是说解放军真的是对于这个美国的航母打击，它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战略的？我认为美国做兵推不只是争取预算，事实上对于敌我之间相关的实力消长，它一定会做很科学性的验证。航母对于未来遏止中国大陆对台动武，还是不是像1996年派了尼米兹号和独立号，让解放军对台的军演草草结束？我认为30年以后，整个情况已经绝非如此，而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主要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中国大陆军事快速这个推进，在强大的经济力的支持下，在科技、在装备数量、在新的战法战术，对于美国航母来讲，都有致命的绝杀力量。刚才的报告有讲到，解放军好像只有前舰、各种导弹、各种飞弹对航母构成威胁，事实上断不如此。这些飞弹只是打击的手段、拳头，而且我必须说，不只有鹰击。像这次93阅兵有鹰击17、鹰击19、鹰击20，都由不同的载台，可能是水面舰、陆上的载台或者潜艇发射，对于航母构成威胁。但我们知道东风系列很多，像东风17，东风17的改良型东风27，这个乘波体的高超音速弹道飞弹。另外，那还有像东风系列东风21D、东风26。之前都号称航母杀手，它以弹道飞弹结合高超音速攻击的形式，美国航母一点都不安全。对，再加上93阅兵又出现了所谓东风1000，是高超音速的巡弋飞弹，打击范围有人说7000，有人说5000公里。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打击手段让美国的航母不再安全，而且不只有拳头，它眼睛、它的耳目照样具有很大的优势，比如天上的卫星。包括各种导航、各种遥测卫星、海洋卫星。那另外这几年无人机大量出来，因此它的空中侦察载台足以清楚的瞄准或者跟踪美国的航母。最重要就是我们大家知道，2012年解放军海军拥有航空母舰，到目前已经有3艘。因此过去10年它的相关的演训，特别红狼对抗。衍生出一系列有效对抗航母打击的战法、战术和诸兵种的协同作战，如何克制航空母舰？这对美国来讲，它的装备、科技力还有战法、战术与时俱进的状况下，你说美国的航母接近西太平洋、接近台海，它还有安全的空间和它的安全感吗？对，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楚。你提到这一点哈，我就想进一步请教。
因为现在刚刚特别提到是就要让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是有所忌惮的，所以解放军的想定是说，在第一岛链之外，甚至可能在第二岛链，透过长距离的发射，我就让你根本连进到第一岛链都不行，是这样的想定吗？确实，他会把攻击的火力投射，而且有效打击范围越推越远。因此，我们看到美国最新的一些对策，当然它对策很多啊，比如空军有这个敏捷战斗部署，在一些小岛部署，航空母舰距离你越来越远，搭载这个 F-35C，让它的航程设法延伸，再配合一些无人机。但我们知道，解放军的火力投射范围已经从可能1000公里内逐步推进到2000、3000甚至4000以上。因此，对于美国航空母舰来讲，特别它一个航母打击群，既有大型的航母，上面一堆飞机，再加上这些护卫舰，对付高超音速，我们目前知道科技目前无以为力。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美国退得再远，其实它被打击成功的几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派航空母舰介入台海冲突，对于美国来讲，它的代价越来越大，而且它的损失越来越高。因此，对他来讲，这个致命的威胁短时间内是很难克服的。是从纪文兄刚刚的分析，还有包括我们的讨论其实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中美两强，我们讲 G2 呢，现在军事实力就是中方的军事实力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不再是1996年那个时候30年前的那个时候的实力。那在台湾这边呢，前国防部的副部长美中台关系专家林中斌，他最近也表示，川普政府第2任期已经从第1任期的强力抗中逐步调整为避免美中直接冲突。林中斌他就推断呢，以柯博吉为代表的这个对中战略核心圈，他们这几年来认为美中的军力平衡已经出现不利于美方的变化。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美军可能会承受重大损失。因此呢，他们主张以势力均衡作为主要的对中战略，也就是竞争但是共存，不企图消灭对方，属于守势现实主义的思维那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一种避战思维。所以陆老师，2027北京我们知道他们要召开21大攸关习近平是不是能够继续的连任。那陆老师认为，在这个之前美中G2 这两强对台海局势最有可能会采取的战略态势会是如何？这个题目真的很好，可以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因为中国将专注于打赢台海战争所有的技术上的准备。那美国呢，要致力于让中共体认到，你如果要打这场战争，你的付出代价是很高的，而且你没有办法获胜。所以两个是在时间上来做一个竞争的竞赛了。那中共它会强化所有现代军事化的一个目标。那刚刚讲的也多元的威慑，不管是火力打击、海上封锁、海空封锁，甚至最危险的2栖登陆，甚至他用核战2手。就是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呢，再结合它的经济对我们的依赖我们经济对它的依赖在这样同时呢，要强调他在对台工作上有了实质进展。习近平对台工作实质进展，这才能成为他连任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就是我确实能够掌握台湾，我能够拿下台湾，只是我要不要做，他要做好这样所有的准备。那我相信中国的战略一定是这样。那美国呢，是加速武装台湾，像刚刚总编讲的处理很多我们数百亿美元的这军售延迟。那像标枪飞弹、海马斯这些飞弹，是不是能赶快来强化台湾本身的防卫能力？而且结合多边联盟日本、菲律宾来跟我们做结盟。就如果你中共发动战争，你面对不是只有台湾，是一个跟美国结盟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对抗。第三个，你如果要发动战争，你要经济上做到多大的一个反制？最后我就写普鲁士的一个最有名的这个军事学家叫克劳塞维兹，他战争论里面就提到说，一个国家会发动战争，有时候是临时性的，是一个决策的，但是它前提是，通常它的本身的国内的经济情况不太好的时候，才会发动这样的战争。那一个经济情况很好的一个国家，他会不会去冒这个风险，让自己的国家承受一个不可预期的一个损失存在？这样他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是不高的。对，这是普鲁士的军事专家他所提出来，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应该不至于发生。那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我们的准备，因为说大家知道，所有的这个战争的准备要看意志力，谁的意志力最强，谁就会赢。是你像俄乌战争，乌克兰接受这么多军事的援助，可是他的意志力没有俄罗斯强，俄罗斯一直持续打，
他没有停止过，他没有普丁的这个意志力强，所以普丁就占到一个上风。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现象。是中美两强现在比拼军事实力啊，当然比的也是后面的武器科技化的程度啊。等一下回来就要来特别点到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终于认清了他们稀土必须要国产化的这个问题。马上回来。